宇轩，现在台韩的外交失礼案件，现在我们的外交部竟然又第二次去道了歉。道了歉之后，没想到这个朴宣印，也太嚣张了吧！他竟然在他的这个文章里面直接写到说，好，我们台湾外交部有驻韩代表亲自登门来道歉。他说，哎呀，我还能说什么呢？犯错就该迅速来道歉，这才是正常的。我就问，我们第二次道歉到底是为了什么？你根本不应该去，你去了之后。他们直接骑在我们头上了。对，是要照我们要一件事情爬梳清楚，到底今天是中华民国台湾跟韩国道歉，还是发生什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这个朴宣印，你先看他的文章，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他已经在他的 SNS， 也就是所谓他的社群平台，在 Facebook 上发这个文，其实已经很有争议了。为什么？如果你今天对我们国家有意见，你说7号跟你讲说明天没法去了，然后8号才发生，至少是前一天晚上，那你要抗议的话呢，你可以公文抗议；你要抗议的话呢，你可以官方抗议；你要抗议的话呢，你可以我们讲的声明抗议。就照他不是，他是什么呢？跟你讲说逮就捕没问题，好的，我知悉了，没关系。然后呢，隔几天之后在脸书上大骂特骂。这个方法根本就不正规嘛，哪有这样搞的？对，而且你在私人脸书，你又不是川普，川普那个叫官方账号，你还以为自己真的是川普吗？对不对？好，就私人脸书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理论上来讲，我们的处置很简单嘛，要么是澄清清楚呢，要么就是官方说明，对不对？因为你也不是，甚至坦白讲啦，你问我个人的意见，我觉得理会都不用理会。为什么？因为你如果真的有意见，你就官方讲就好，没关系。我们的驻韩代表邱高伟，竟然为了这一件事情，真的跑去跟他道歉，登门道歉哦。你知道驻韩代表代表什么吗？代表这叫什么？中华民国，这叫韩国。所以等于说，你用中华民国的身份向韩国道歉，而只因为朴宣印个人他在脸书私人上自己的意见，结果道歉完已经算是很丢脸，对不对？就还没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朴宣印还要加码奚落你说，哼，我终于体会到社群媒体的力量了。他还写2次，头写1次，尾巴写1次，说他怕了吧？现在知道我有这个 Facebook 很了不起了吗？哪有这么嚣张的啊？对，还说我跟你讲啦，我批评了，我在脸书上随便写个几句啦，引发广大的回响，你知道吗？台湾的中央社也写，公共电视台也写，世界日报都写，这是外交失礼的国家耻辱。你看他在踩你一脚。台湾政府外交是严重的职务怠惰等评论，还故意去引述这些。台湾外交部决定由驻韩代表来自门道歉，所以你看哦，他定调的是。整个台湾来跟我朴宣印一个人道歉，他说：“哎呀，你看，我想这一段我真看到我整把火上来。邱高伟大使才上了1个月嘛，他说：哎，这个家伙倒霉啊，他刚来1个月而已嘛，对不对？哎呀，我该说什么呢？啊，还配合我的时间呢，你看我多伟大，还带上一个为了要跟我套交情，10多年前就认识的这种官员，他说：哎呀，国际关系啊，我教你台湾啊，教你中华民国啊，就该是这样，不是国与国，个人也一样。”遵守承诺，犯错就该道歉嘛。那赵尔，你知道真正让我火大是什么吗？如果说今天真的是代表说台湾跟韩国的话，那就算了。偏偏这个咖，他根本在韩国不是咖，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来，你看我们一个一个时序来给你看，原本安排对不对？我们讲说要跟这个前朝官员见面，来，这时候问题出现，什么叫做前朝官员？他明明是现任的促转会的啊，现在促转会的委员长啊。来，道理很简单，第一个，他任命的时期哦是在尹锡悦戒严的时候啊，戒严之后才任命的。所以换言之，你知道为什么要任命他吗？当时任命他是为了我们讲的，想要尹锡悦要救自己，因为这个家伙他是极度保守派。OK， 他当时你知道他在干嘛吗？他还挺尹锡悦戒严。所以我就请问一下哈，这么有争议的一个问题人物，这么有争议一个问题的人，你怎么会想去跟他见面？对，因为韩国人完全没有人承认他对于促转会的正当性。那你外交部没有人先去查一下？这个人的底吗？他做了谁？他是谁的人？这资料你没看吗？对，所以赵尔，你知道吗？我要谴责林明熙跟外交部的，反而不是说你应该跟他道歉或者放他鸽子，我觉得放得好。但是问题是在于什么呢？你明明知道这咖有问题，你怎么还会想要去找他？代表你事前没有了解嘛？再来，好，他已经发文骂我们，对不对？如果说理论上来讲，因为他是私人的文章，那你外交部得要有个定夺。也就是说，他非官方广道，那他私人的文章，他本身他做这个举措也很不恰当，因为他的用词呢，还提及到说台湾被韩国赶出去，说什么让中国大使馆进来，这种东西都是极尽羞辱的。所以坦白讲，我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回应或者是去道歉。但是呢，因为国内炸锅了嘛，在野党一直骂嘛，说外交失能啊，让外交道歉啊，所以驻韩代表呢，在林佳龙的这个交代说，我们会有审慎的处理，马上真的去道歉了。结果刚刚又看到了嘛。他又再度羞辱我们了啦。那为什么我对这个我们讲朴宣印
这么有意见？因为赵和，你先看看网友怎么讲他的。这个是第一篇，也就是朴宣印在8月11号早上发文，8点半发文，对，下午4点半有一个叫做《韩民族日报》的帮他写，这是第一篇报道。那赵和，你知道《韩民族日报》曾经写过我们台湾在7月份什么报道吗？他说尹锡悦曾经在去年11月，也就是2024 11月，向台湾要求呢支持他戒严。然后那时候被我们大驳斥说，中午说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所以然后今天又发生这件事情，来，这个就是所有韩国网友对他的评价，你自己看看韩国网友怎么评价他的，看个机关长，因为呢我们讲了哦，这是翻译错误，大使无理就在那边对媒体说三道四的样子，让我想到那种领导人被观光客惹毛后冲上去对象像猴子一样的表演。韩国网友讲的哦。第二个，完全不适合坐在委员长的位置上，上台后被尹锡悦硬塞了当了长官，靠着奇怪的作秀混上高位，看起来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辞职，国家这一天一天烂掉。只要有点我们讲的反省自己干过的事情，也该辞职，应该要有点羞耻心才对。我们这没有特别挑过，这就是韩国网友底下所有的留言的意见，所以他们对于这个我们讲朴宣印是非常有意见的嘛，他根本不能代表韩国，他只能代表他个人嘛。所以我说，如果今天是台湾跟韩国有外交上失礼的问题，台湾跟韩国我们讲之间必须要沟通，这没问题。但你今天是拿我们的国格去给这个韩国人民都不承认他、不支持他，觉得他该滚蛋下台，根本没办法代表别人的人，然后你跟他道歉。你是跟他个人道歉，我用国家身份跟他个人道歉。你看他过去曾经干过什么？第一个，他是国会议员，那为什么当时呢戒严之后一定要让他上任？因为这个道理很简单，在弹劾案的过程当中，他支持我们讲的尹锡悦，他认为尹锡悦不应该被弹劾，甚至他还支持什么？你知道吗？拥护尹锡悦戒严。他是挺戒严的人他在韩国是我们讲失败中的失败者，如同我们刚才讲的，的确根本不应该找他，甚至是呢很多人都批评他说，包括一些知韩界的学者说，这家伙的言行总是很奇怪。所以宇轩，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现在你已经知道他的底是什么。你说你一开始没有查得很清楚，那也就算了。事情发生过后，媒体都已经报道，你外交官、你外交部总知道这个人的底了吧？那你2次去道歉，你在怕什么怕？对，这让我最不满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反而不是前面这些风风雨雨，我最不满的是说，面对这种咖，各位，我们刚才已经帮你介绍很详细了。林佳龙，你为什么要指使他道歉？驻韩代表为什么要去道歉？因为这个道理很简单，今天你代表的是我们2350万人，你今天有确认我们台湾2350万人要跟他道歉吗？我跟你讲，这才是真正外交上的大失误。廷伟，我们真搞不懂一件事情，你都已经知道这个人的底是什么样子，你还要第2次去 say sorry， 登门去道歉，结果被人家骑在了头上，结果被人家极尽的羞辱。我觉得我们外交部或者是甚至是跟高层来讲的话，本来是存在这种心态，想要一种息事宁人的做法，但是到最后呢，变成一种父子骑驴哦。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一号人物，刚刚宇轩也提到了，他到底在韩国的政界当中算是一个什么咖？因为你如果说今天去道歉来讲的话，你看到他今天很开心哦，为什么他开心？因为他终于有人送上门来啦，垫高他的政治资本，你知道意思吗？他可以在韩国里面呢去呼风唤雨啊，认为说他自己也很厉害，这不合外交我们的常态哦。如果这是国对国的关系，他自己有讲到国对国关系，我对他最欣赏是这一句话：国对国的关系。对，那你这时候来讲，你的韩国外交部呢，你的立场是什么？我们今天这样对口就是韩国外交部。如果这件事情是引起外交纠纷来讲的话，不就是你韩国外交部跟我们的外交部两个对上口吗？我们怎么可以私底下跑去找这个人呢？你要嘛要处理来讲，我们真的要道歉，去什么跟韩国道歉的话，你这是什么国对国的关系不是吗？对，要对韩国道歉的话，你应该是找韩国外交部啊，我们的代表直接是找外交部才对啊，不是直接找他啊？为什么呢？你如果找他的话，代表就是他个人因素，而这个韩国政界怎么看呢？不要再想说他跟尹锡悦的关系，现在李在明来讲的话，他也看在眼里啊。如果现在李在明担任现任总统，未来他还有几年的光景我们要不要跟他玩？我们要不要跟韩国进行这个所谓的外交的一个联系？对，如果因为他的话破坏了我们整个未来李在明任期内的所有的外交，台韩之间的外交来讲的话，那谁该当何罪？谁要负责这个事情？所以两个结果啦，就不用讲太多了。第一个，我们对韩国的整个政治情势没有完全掌握，对，所以你一开始来讲的话，本来就不应该见他的时候，结果你因为了安排好了，结果突然取消了，取消之后，当然人家心里不开心啊。那你怎么安抚他？你怎么做这件事情？你现在来讲的话，既然这事情都已经
出来了，那你今天来讲要考虑到是我们国格的问题，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如果是我们国格的问题来讲的话，你怎么会是用我们的中华民国的这个代表的这个名义，然后到了他现场去，让他能够考税我们，又说变成是台湾来低声道歉了或怎么样之类的，让他变成说他自己可以获得政治资本啊。那第二件事情来讲的话，到底是谁下这个命令的？谁？你知道我们驻外的代表基本上都代表我们的总统。所以绝对不是只有外交部长同意而已，一定是更高层的同意这件事情，才会去做这种登门道歉的事情。你看到现在尹锡悦还有包含他第一夫人都被收押了，对，那你现在要得罪韩国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然你现在大家对韩国的这种情绪来讲的话，我们先撇开一边了，我们理性来看待这个问题来讲的话，你就代表说你对韩国整个政界的情势没有做很完整的分析嘛，你完全不了解，你是不是没有韩国专家，所以这件事情的话会越演越烈。我认为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外交方面一个不成熟的一个结果。惠正，我们刚刚谈到现在什么叫做外交不成熟，因为你对韩国不了解，对韩国的政界你不了解，所以你一步错，步步错，这代表一件事情，现在你官员的，你螺丝你全部都给我拴得紧紧的，没有想到，竟然还有这种不在线的经济部长，你讲了1个月了，我快受不了了，讲了1个月了，结果今天他又被爆出什么？我的妈啊，在关税公布的那一天，你人不在，我想说你人去哪了？就现在被爆料说什么？你去一个晚上去一个当我们快乐在一起的餐会，有没有搞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当天去吃这个餐会，那他有特别澄清，他说我只是受邀去那不管怎么样，你这个时间点那个关税大难临头情况之下，你会不会看风向啊？对，而且第二件事情，他已经不是只有第一次约被逮到吃饭，一天到晚都在吃饭，你就会让他营造说现在台湾的经济状况，不管是关税，不管是救灾，每一个东西都跟你经济部有关系，怎么你还会去吃饭，然后还当我们快快乐乐在一起？当然了，如果是人家主办单位的定调的主题是这样，那也不关你的事。可是这个时间点，或者共党拿来势力进不外其太快，就是你这个让人家就觉得观感不好嘛。对，你郭世辉真的是蓝绿白不管任何政党都觉得你好像真的是有点太不适任了，尤其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然后呢？现在大家我刚刚不是提到吗？今年5月才被人家发现，你郭志辉很喜欢去跟人家吃饭，而且吃饭都是选择在你自己从业所投资的餐厅，然后不是才被人家发现说 AIT 那个饭局也是在那边吃，而且吃完饭之后拿出来的这个伴手礼好像也是跟你们从业相关的，就会觉得你是以经济部长的身份，然后邀请 AIT 有没有在为自己私人企业搭轿子之嫌呢？那他就跳出来，他说你在讲什么？那个吃饭那个22万都是我郭志辉花的，我没有出，全部都是我花的，我没有花到公款，我出钱的啦，我出钱的啦，对，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很有钱，我们也知道你那个吃饭的餐厅是你们自己集团企业，可是问题就来了。这个公事要公办啊，你这样有没有一点公私不分？就算你说钱都是你出的，再说一句实在话，今天 AIT 如果不是因为你是经济部长的身份，有办法让你这样说请就请，连那个处长都会到场吗？所以这有一点身份上让他会觉得不适宜。但我跟你讲，真正的不适宜的是什么？我们刚刚不是讲关税吗？对，你关税，全台湾有多少企业？光是那个汽车零组件就有6万个企业，大家都面临到剉咧等，会冲击到的产业大概有2000亿。结果你这个去跟人家吃饭，你有一心在帮企业在解套吗？没有吗？郭志辉有，他说我有，我告诉你，我已经讲好了，我想好了一招，哪一招？就是跟中钢讲啊，你要让利啊，你要让利让这些那个所谓汽车相关的零组件的产业让利给他们啊，你不能这样子，你要帮他们想啊，你要解决这些问题啊。郭世辉就说嘛，他说我澄清了，我跟你讲我是让金属加工中心帮忙中小企业向中钢团购买到比较优惠的一个中盘价，让中小企业有一个成本上的优势。可是你讲到这一点，我跟你讲，中钢又跳出来，整个又炸锅了。为什么？中钢，我跟你讲，他真的很倒霉，所有的企业、所有政府新给能够摸中钢的婚，办给赛，所以有一些问题都叫中钢出面来解决，我中钢扛的，都是中钢扛的。中钢扛到今年上半年由盈转亏损的，难怪他们的这个工会的理事长跳出来陈春生他讲
他陈春生就跳出来，他讲什么？他说你一天到晚所有东西就叫我们中钢扛，你如果没有帮我们中钢降低这个成本，没有帮我们想办法去减轻我们自己的压力，你凭一句话就叫我们扛，我们怎么扛？他就坚决反对让利啊。他说我们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拿不到这个所谓的营运奖金了，那这些我们的士气都已经被你们这样一再的打击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怎么去帮你们其他人扛？我跟你讲，他讲的这句话讲的是真的，你知道吗？你看现在中钢的股价从之前已经开始跌到今年4月，你看有没有6个月以来跌到今年上半年？我跟你讲，它今天虽然是涨啦，较昨天来讲是涨了小涨。可是这半年以来都是呈现一个跌幅，然后呢亏了。他说光是关税他整个上半年不要说讲关税啦，就是夯不啷当整个上半年，今年的那个中钢是亏了15亿 ，EPS 是亏0.1元。而且昭和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你经济部长是重责大任是什么？就是当有重大的问题出来的时候，你要想办法解决。结果呢？现在他这边跟人家快乐站在一起。我们先来对比一个人，那个人是谁？就是之前的经济部次长沈荣津。那时候就是在 COVID 的时间点，大家还记得吗？连口罩都没有，他说他晚上睡不着。后来怎么样？也因为口罩，国家队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人士，也就是工具机的零组件工会的名誉理事长许文宪，他马上就致电给这个沈荣津啊，就跟他说：我们来大家一起，我们业界有哪一些人有一些器材的，我们大家赶快在最短的时间内，大家一起来生产。然后呢，就是原本的订单先不做，就帮国家生产这个，所以才会有口罩国家队。所以你们看到沈荣津跟另外一个谁陈其迈，大家就去赶快筹组这个口罩国家队，然后把这件事情给弄好，然后变成是国家最重要的一个资产，把这件事情给每个人都有口罩。所以我就问人家许文宪这一次他就在出来讲话。他说关税的问题不是什么其他有没有补贴问题，是你政府根本搞错方向。方向是什么？美国要制裁有所谓的红色供应链，所以你台湾第一件事情你要坚壁清野，你不能让台湾的中小企业去买中国便宜的零组件，然后倒进来，因为这样美国就会制裁你。这个20%的关税是因为这样来了。人家当时可以直接找沈荣津把问题解决，人家许文宪现在有这样的 idea， 找不到你经济部长郭志辉啊，下棋难上达，不管找不找得到，显然民间的意思跟你就听不到，你没有办法体察民意，因为你忙着跟你自己的朋友快乐的在一起。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